你说李逆他领着兵不进洛阳城，反而扎营了，是什么道理呢？李逆派人给父皇的奏书上说的是大军不便于进城，驻于城外，便于军机云云。哼，这明明就是打了败仗不肯进城，还有脸面给父皇上书说要去收复什么西长京。大哥，崔家公子如今死了，崔乙必定是怒火中烧啊。他不进城也好，免得到时候万一崔家军来了，祸及了洛阳城。皇孙既然传信来给父亲，想必是有了破西长京的计策。李逆在信中说，希望我能够暗中联系朝中的旧臣，将孙敬征百越惨败一事散播出去，使市井乡间皆以为大败是真，最好能令粮价飞涨，这样最易动摇民心。父亲，您觉得皇孙是何计策？此人机巧善变，我也实在是看不出啊。不过，看他打算搅乱城中民心，一旦这城中乱起来，他便有机可乘。谢谢你，不疼吧？不疼。你要想下棋，我给你找一套便是，何必这么辛苦，自己打磨呢？公子喜欢下棋，
经答应过他，一定会送他一套我亲手打磨的棋子。阿莹，副帅终于答应咱们，可以率军出瀛州了。时机总是稍纵即逝，咱们可不能错失良机啊！真的吗？阿莹，我知道，这是你心心念念的。自从那个孙敬谋逆，你就想要放手一搏，逐鹿天下，问鼎九州。公子是知道我所思所想的人。阿莹的所思所想，自然就是我的所思所想。只要你想去做的事情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帮你做到。谢谢公子。既然我把这事儿给办到了，那上次你答应我的，可不能忘哦。我当然记得了，公子说过想要一套棋子。公子放心，等行军得闲的时候，我一定要亲手打磨一套送给公子。那倒不用，只要是你亲自挑选出来的玉料，到时候我让玉工琢磨，是一样的。那不行，一定要我亲手打磨，这是我的心意嘛。但是现在，怕是再也没有机会当面送给他了。公子为了我，中枪坠河，尸骨无存。我现在只能为他立一个衣冠冢，为他打磨一套棋子作为陪葬。怎么？这你都不允许吗？一定要说着负气的话吗？我没有说负气的话。公子是为我死的，我不应该为他伤心吗？我不应该为他难过吗？所以，你还是怪我没有救你们家公子是吗？是。所以你这么伤心，巴不得跟他一起去死是吗？是。李聂，我告诉你，我一直都在骗你。我早就轻信我们家公子，所以我从来都是骗你。西长京是我骗你去的，潼关之事是我和公子早就谋划好，我就是想要骗你。想骗得你一败涂地。但是现在公子死了，我万念俱灰，不想再骗你了。来吧，一刀杀了我吧。你真的是知道如何让我伤心啊，所以才跟我说这话。我知道我冤枉了你，伤了你的心，所以你要说这话伤我的心，是吗？我伤什么心啊？我为什么要伤心？我一直都在骗你，我何谈伤心啊？我是骗你的。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，都是假的。可我对你都是真的。我不管你是真喜欢你们家公子，还是假喜欢你们家公子，我对你就是真心的。从第一天见到你，你把我揣到井里了。那时我就在想，如此凶狠狡诈之人，下次我见到他一定要把他揣到井里。可后来我没有见到了，我本来可以对你下狠手，我没有这么做，我犹豫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那天在太清宫，我和你打了个赌，结果我输给了你。但我心里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高兴，因为我终于知道，其实你心里也喜欢我，你心里也有我，所以你口口声声说你骗我，你不喜欢我，说从前都是假的，我不会相信，因为你对我都是真的。你哪怕再生我的气都好，不要拿自己的身子怄气。你身上有伤，好好吃药，也不要不吃饭。怎么还没发芽？难道是天太冷了？桃子，好久不见，终于又见到你了。桃子，桃子，你为什么又不理我了？我帮你。哎，桃子，桃子。这老鼠又来了。这老鼠来一次，你就发一次脾气，肝气郁结，我真是担心你这伤啊，迟迟都好不了。心里不好受，要不咱们吃颗乳糖？这老鼠也真是的。明知道我们校尉看见他就想砸他，还敢拿糖来。那咱们把药喝了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什么，破了皮而已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就算是公子九泉之下，看见你这样折磨自己，他也是会很心痛的。来，方才你跟李妮吵架了？是啊，我把他骂了一顿。说了好些狠话，但没想到他反倒什么？没什么。校尉，我知道你还在气李妮不相信你，更气他在危难的时候作壁上观。公子的死，你又伤心又自责，可你总这么难过下去不是办法，你总是要顾好自己的身体的，是不是？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
咱们现在困在这儿，还不知道大将军该如何担心呢。还是要想个办法，脱身回应州。小伟，要不咱们就从李逆身上下手，好脱身回英州。小老鼠偷灯油，偷不着偷蜜糖。哎呀，你晚上就喝了药，你饭也不吃，这样下去肯定会有伤元气。我给你带了一罐蜂蜜，给你烙了个饼，你要不就吃一点。多谢皇孙关心，我不饿。你就算生我的气，也不能不吃东西啊。皇孙何必要这么关心一位阶下囚？天太晚了，男女有别，皇孙在这里实在不方便，还是赶紧走吧。我只是想请你留下来多待几日，你并不是阶下囚。皇孙何必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？我们家公子已经死了，何某一介女流，对于皇孙挟制我们崔家军没有任何用处。既然说我不是阶下囚，那你为何不肯放我走？因为你身上有伤。当日你如果晚来一刻，我便也已是江中冤魂，何必还要在这关心我有没有伤？你就算不为我，也要为桃子想想。她成日急得要哭，担心你伤势恶化。你说你药也不吃，饭也不用，这样下去真的会伤了元气。你不要妄想用我身边的人来挟制我。我跟桃子情同姐妹，她如何我如何，我们两相自然知道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既然还生我的气，那我先走了。不要带着怒气睡觉，对身体不好。
桃子，我来帮你拿。桃子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你可不可以别不理我了？哎，桃子，你采药去啊，我陪你一起吧。桃子，陛下下旨封我为秦王，令我为行军大总管，收复西长京。圣旨是昨天晚上到的，不仅封了你为秦王，还改封会稽王为齐王，临淄王为信王。唉，这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啊！若收复不了西长京，那就该问我罪了。石七郎，要不然上书辞一辞？辞什么？陛下都下旨了，那我就做秦王，正好以行军大总管的名头，可以名正言顺调遣天下亲王之师，收复西长京。这一次，城里面就靠你们了。你就放心吧，石七郎，我们一定会按你说的办，把这西长京啊闹他个天翻地覆。就是，咱们兄弟啊，别的本事没有，闹他个天翻地覆这种事儿再拿手不过。可惜啊，这次我伤还没好，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去了。我替你去，给你闹个双份的回来。现在城中暗流涌动，敌我莫辨，你们千万要留心，行事必须谨慎，还有，务必保自身周全。你就放心吧，等攻下西长京，我们再回来同你们喝酒。喝酒，攻下西长京，回来一起喝酒，一起喝酒。走。相爷，现城中谣言四起，近几日粮价飞涨，人心惶惶。都说那孙大都督派去伐百越的大军败了，城里都说那韦帝的儿子李逆刚刚被封秦王，眼看着就要攻打西长京，都说他是天煞星下凡，专克大都督的。还说什么了？还说秦王派奸细在井水里下了毒，闹得人心惶惶的，都不敢食用井水了。还有人说那太仓里其实是空的，连半颗粮食都没有。这粮食啊，早就被伐百越的大军拿去当了军粮了。只要秦王一围城，这城中的百姓都会被活活饿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下去吧。命令下人严守门户，不得出门。是。你可明白了？秦王这是想搅乱。正是，秦王正是想搅乱民心。现在，就看宫中那一位会如何应对了。把那些妖言惑众的人都抓起来，杀了！大都督，只怕这造谣之人别有用心，所以才要杀。不仅要杀，我还要株连九族。我就是要看看，到底还有谁再敢胡乱造谣生事。是。今日怎么这么早过来？哼，你从前不喜欢这些脂粉，今日怎么热衷起来了？也许是那一日，在镜中看见自己的白发吧。阿静，是否前朝有事？你不用同我讲，我跟你出去散散心。我自起兵，一直觉得天下九州俯视可得，没想到李逆率领镇西军竟然一路杀过来，剑指西长京。潼关是两京门户，只要潼关在手，李逆就算是有洛阳，也无用武之地。崔乙艰险，他若是和李逆联手，时局便会艰难起来了。不会的，崔乙别有私心，否则他不会派军出瀛州。
李逆是伟帝之子，两个人各怀心思，断不会轻易联手。我本不应该同你讲这些。走，打马球去。好。怎么，你打算这辈子都不理我了？秦王殿下多虑了。如今殿下刚刚封了秦王，想给殿下献殷勤的人多了去了。殿下又何必这么在意我？从前叫我皇孙，如今叫我殿下，你就不愿意再叫我十七郎了吗？哎呀，还是这里舒服呀。我年幼的时候呢，我奶娘哄我说，我要是有什么心愿的话，就只有一个竹蜻蜓。当它落地的时候，那我的愿望就实现了。我那个时候呢，特别想见到我阿娘。别人都有阿娘，就我没有。于是我便折了好多只竹蜻蜓，翻到墙上，一只一只的往下放。直到全部放完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奶娘是哄我的。这一个心愿，无论折多少竹蜻蜓，都无法实现。人们常说，傻事做了一次之后，就不会再做第二次了。可我还是做了很多竹蜻蜓，因为是你，为了你，再傻的事情，我都愿意做。阿英，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保证，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随意误解你了。那你就别再关着我，放我跟桃子回瀛州去。这我无法应允。那我跟殿下没什么好说的。还有心清雅致在这里钓鱼啊？怎么，崔姨的大军来了吗？还没有，在路上，慢得很。十七郎，你说这个崔姨会不会另有心思？这西城京城里情势万变，如果他再不快点的话，我就怕这个时机稍纵即逝啊。他被我胁迫，当然不情不愿了。再说，我兵少他兵多，攻城他却要出全力。你说，
他肯速速前来吗？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大将军已经。知道是个难得的机会，说不定可以脱身。校尉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想到好办法。只是此事要从长计议。李逆这个人绝顶聪明，如果不计划周详，肯定还是难以脱身的。李逆呢？那个耳朵一直跟着我，我不搭理他，他就喋喋不休的。说起下午的时候，李逆一直在河边钓鱼，他还问我想不想吃鲜鱼呢。钓鱼？谁啊？殿下，是我，桃子。请进。殿下，小裴将军。殿下，校尉天天喝药，饮食减了大半，人也清瘦了不少，这些你都是知道的。今天校尉喝完药，突然说他想喝鱼丸汤，我就赶紧去问厨房了。但是厨房说今日不逢急，也只采买了一些蔬菜。可巧我看到那水桶里养了几尾活鱼，可他们说那是殿下今日在河边钓的，所以不敢擅自做主，我就前来询问一下殿下。难得他想吃点东西，我去厨房做吧。那就不劳烦了，我来做就行。没事，鱼丸吹打讲究巧劲儿，我来。如此的话，那就劳烦殿下了。桃子，你回来了。是啊，是我来了。趁热尝尝吧，凉了就腥了。好吃吗？倒是挺新鲜。你啊，就应该好好调养一下。就算再生我的气，也不能不爱惜自己。日后你要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我都找人给你去买。你就真的不怕我趁机传递消息，然后一走了之吗？你若是走得了，我也有办法将你半路截回来。你不信的话，尽管一试吧。孙敬征百越的大军并未真败，只是瀛州兵败，只怕孙敬会速速召回百越大军，他又掌控了潼关。对你是两面夹击，除非你能在百越大军回朝之前攻下西长京，但是以镇西军如今的兵力，怕是做不到了。说的真好，不过我还是不会放你走的。殿下真是知我甚深啊！你也知我甚深啊，彼此彼此。桃子，你药材买齐了没有？那个，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能不能理理我？只要你能理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你说我为什么不理你？那天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跟校尉被别人追杀，你们不管不顾的。你和你们家秦王一样，薄情寡义，见死不救，铁石心肠。不是的，那一天我也很着急，我也很想冲下去救你的，但是军令如山，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。再说，我们镇西军的兵卒是从来不会违反军令的。狡辩！
我没有狡辩。那一日，十七郎他也是有分寸的，他那时候张着弓搭着箭，他不会眼睁睁看你们出事的。哎，桃子，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呢？要不我陪你上山采药，或者我陪你买好吃的。哎，你还要吃猪耳朵吗？只要你愿意理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你说的，我让你做什么都行的。嗯。我，除了放你和何校尉离开。你不是耳朵挺好使的吗？你不会真的要吃我的耳朵吧？我呸！谁要吃你的臭耳朵了？我是说，我想让你给我做一个哨子。哨子？嗯，这个哨子呢，只有你一个人能听得见。以后我有什么急事找你的话，我吹那个哨子就行了。听起来挺难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可以做到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那桃子，你接下来不会再不理我了吧？现在不生气了吧？看我的心情吧。唉，十七郎刚刚去见了何校尉，结果又吃了闭门羹。活该。桃子姑娘，其实十七郎真的对何校尉很好的，要不你帮忙在校尉面前美言几句，让他消消气。他要是真对我们家校尉好啊，就不会拿这些破烂药材滥竽充数了。我们家校尉的伤到现在还没好，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桃子姑娘，你别生气，这样你开个药方给我，我来买。如果这附近买不到的，我就去西长京或者洛阳买，怎么样？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行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开药方。好，继续扇，不要停啊。哦。哎，干什么去？哦，何校尉的伤不是迟迟不见好吗？这里药材有限，所以桃子姑娘给了我个药方，让我去把药买齐。哦，对，桃子还说了，只要把这药买齐，她就会在何校尉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让他消气。龙骨、冠叶连桥、马蹄街、海浮石春不见、伊贝母，这么多药材，还特地指定了药铺，药铺之间相距又这么远。桃子说了，哪一家药铺药材最好，他最清楚。如果我到时候随便糊弄过去，他一闻就知道，到时候肯定饶不了我。嗯，辛苦了。那我去了。嗯，哎，桃子又没让你一家一家去买，你派人分头去买，岂不更快？桃子姑娘拜托我的事情，我怎么可以让别人去做呢？再说了，不就多跑几个地方吗？我脚程快，不会耽误的。那我走了。回春芳，终于找到了。掌柜的，帮我抓一下这个马蹄筋。啊。您的药。哎，谢谢。这是银钱，不用找了。哎，你慢走啊。哎。桃子姑娘，桃子姑娘，我要买齐了。这么快？你不会是偷懒没有买全吧？没有，我都是按你的单子一家一家买的。我看看。嗯。怎么样？嗯。那桃子姑娘，你可不可以在何校尉面前帮十七郎美言几句？行吧，看在这些药材的份上。哎。我再检查一下。哦，检查。阿莹，我看今天天气不错，我给你折了桂花。阿莹，阿莹，
那我把花放门口了。小伟，今天又有新鲜的花，我把昨天那束给换了吧。小伟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看这次秦王，哦不，是真心给你赔礼认错的。他不是说了吗？他不该不相信你。其实公子的事儿是崔离那个小人所为，也怪不得他的。奇怪了，你今天怎么在帮他说话呀？哎呀，小魏，我是为你着想，好不好？我看这秦王啊，对你真是挺用心的，他还派人四处采买药材呢。哪怕天天看你的脸色，也想在这太清宫一直陪着你。其实啊，我也知道他是真心赔礼。我也不应该再生气了。若是旁人这样，我也不至于这么生气。但是，旁人怎么能跟他一样呢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说嘛。再说我要生气了。哎呀，我错了，你别生气，我给你换花。大将军，有消息了。石七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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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个好消息。怎么？桃子说他费了万千好话，终于说动了何校尉，让他答应跟你好好见一面。所以今天晚上他们在莲池设宴，到时候桃子会见机行事，留你们两个单独说话。哦对，桃子还说，姑娘家嘛，总归是心软的，你到时候要以诚心相待，多赔不是，这样定能够让何校尉消气。替我多谢桃子姑娘。好。身上有伤，别喝酒了。那日我们在太清宫，现在想起来，真是恍如隔世。是啊，
阿英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你干嘛？他们打起来了。打情骂俏，先打起来，自然就和好了嘛。再说，就算打起来，你们家那个17郎他能吃亏吗？别打扰他们了，咱们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哦，我有点饿了，要不咱们去吃唐敏家的点心吧？我一直听说他们家的点心在东都特别有名，一定很好吃，我想去尝尝。走，我带你去。你干什么？你手上的伤好些了吗？棋子磨好了，手上的伤自然也就好了。你为你们家公子亲手打磨了整套棋子，连自己手受伤了都可以不顾，但你却没有亲手为我做过些什么。谁说我没有为你做过什么？你为我做过什么？这是你亲手做的？在潼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开始做了。本来一直想着找机会送给你，可是后来我发现，你是一个忘情负义、见死不救的人，我还是烧了算了。怎么能烧了呢？你要是不生气的话，只要你不生气，哪怕你一天骂我1000句、10000句，我都会乖乖听着。呸！谁愿意骂你？我打给你看好不好？我一只手记不好，能帮我记一下吗？它不够紧，你看一下嘛，要不然你不就白送了吗？嗯。我看看。你我终究是敌非友。
今日一别，再相见时，恐怕要在战场上以命相搏。十七郎，多保重。耳朵呢？他晕过去了，我多刺了2针，保管他3天都醒不过来。真狠！校尉教得好。秦王，哎呀，你叫我呀？嗯？哎，秦王殿下好计策。哎呀，这不是将计就计吗？那日看到桃子给常二的药单，就有所怀疑。果不其然，你们不仅通过药铺联系上了崔家军，还故意演了一出好戏，为的就是让常二真的以为桃子为我美颜，而你也真的被说动了，就是为了设一场宴，刺晕我，以便逃脱。所以你早就知道了，就一直看着我们做戏。我这不是了解你吗？不让你试着逃一次，你怎么会甘心呢？好了，现在就带你们回到你们的住处。走喽！哦，大都督，前往崔家军中的使节，被崔乙抽了一顿鞭子，逐了回来。哼！哎呀，崔乙这个脾气啊，倒是一点都没有改。崔家军的前锋已经到了九曲口，看样子是想渡河。若崔乙渡河，与李逆联手合围夹击西长京，京中又人心动荡，只怕于大局有碍。大都督，咱们要不要趁他渡河，中流击之？崔乙素来老辣，他若是敢从九曲口渡河，势必要想到那里河滩水浅，渡河易，伏击也不难。不对，他是不会从九曲口渡河的，8成是虚晃一枪。崔乙的儿子不是被人劫杀了吗？我看他此番未必是冲着咱们西长丁来的。放他渡河。大都督，若崔家军渡河之后，与李逆放他渡河。他若是敢火中取栗来攻我们西长京，那我就跟他决一死战。他要是奔洛阳去，那我就派出兵马，趁隙剿灭李逆。小心他。
子，你们家校尉身体如何？还缺药材吗？托殿下的福，药材倒是不缺了。你心里明白，我们校尉的病都是被你气出来的。哎，这可糟了。说些让你们家校尉更生气的话吧。由于汲取了这一次教训呢，我又重新派重兵把太清宫这里里外外都围得跟铁桶一般。我更是派了几十名斥候，又把每一个出口死死地盯着。这次你们若还是想逃出去，我都替你捏一把汗。秦王殿下，想必你已经计划周全，准备在西长京城中一击必中了。这再严密的计划呢，都会有纰漏，谈何周全，又谈何一击必中呢？既然还没有周全的计划，那不如这样吧，我来替你谋划，杀了孙敬，然后你放我离开，如何？这不划算，我不答应。我竟然不知道殿下如此看重于我，小小女子，难道还贵重过孙子呀？崔乙独女，自然贵重过孙子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们校尉是大将军的女儿。原来你早就知道，怪不得你一直不肯放我走呢。桃子姑娘，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有几句话想对你们家何校尉说。其实我在救了你之后，我写了一封信给崔大将军。崔大将军，逢崔家军遇袭，恰在左近，昔为之晚矣，令公子堕河。幸其救得阿莹，深可慰大将军之心。阿莹安然无恙，于镇西军中休养。唯望大将军率大军与镇西军同取西长京，灭孙贼，平叛秦王。届必可令凤凰归巢，完璧归于赵。我说你安然无恙，恳请他与我一起平叛孙贼，收复西长京。崔大将军虽然回了我的信，但殿下想说什么？不如就直说吧。我也终于知道，当初率娘子军力战不降在瀛州郡城的武烈夫人，就是你阿娘。武烈夫人姓贺，所以你化姓氏为何，自称何氏。我这几日就常在想，武烈夫人是何等英杰啊，崔大将军又是何等人物，才能生出你这样的女儿啊？你这是在打探？是啊，崔大将军其人，我没有半分把握，所以只能这样请教喽。那或许，再过一段时间，你就会知道父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为什么？我总觉得他跟你一样，聪明过人，是个十分厉害的角色。不知道我这样得罪他，他会如何发作呢？父亲就我这么一个女儿，你拿我威胁他，父帅会作何反应，自是不必说。若是你落在了他的手中，8成他会拿鞭子抽你。哎呀，那我可得小心点，不能落入他的手中。大将军，前锋诸部已尽数渡河。中军罢营吧。
罪魁祸首竟然藏匿在洛阳城中，敢杀我儿子，我崔家军当然要还以颜色。什么？崔乙没有儿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？何校尉就是崔林，死了的那个崔林就是个幌子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石七郎，你是为了娶那个何氏，所以编了一通瞎话来骗我的，是不是？你仔细想想，从前崔公子对何校尉的态度，你再仔细想想，我有没有必要骗你？原来如此，所以你才把他扣在了太清宫，不肯放他，然后在这里布下重兵，你是想用他来胁迫崔乙？这怎么能说是胁迫呢？自然是请平凉大将军崔乙，看在我们镇西军元首相救他爱女的份上，与我等一起秦王平叛，收复西长京。喝药啦！来来，今天秦王送的花还挺好看的。哎，你今天怎么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？变成什么样了？变回我们家以前的小姐了呗。我想着，过几日，兴许就能回到父亲身边了。这病若是总好不了，岂不是要让他担心啊？你已经想到脱身的办法了？只怕父亲已经率军赶到洛阳城外了。局势风云变幻，这个李逆困不了咱们太久了。那太好了。我只是在想，要是公子能够侥幸脱险，那就真的太好了。不然，这会是我终身的遗憾。好了，如果公子知道的话，他也希望你能够不要多想，保重好自己。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，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安慰。这是母亲殉城以后，父亲告诉我的。石七郎，有消息了，孙敬果然出兵了。他兵分2路，一路去了洛阳，一路直奔咱们大营来了。果然被你料到了，孙敬这个老贼，真的趁崔乙攻打洛阳城之机，派兵攻打我们镇西军，而且还派了一支军队去了洛阳城，看来是想白捡这个便宜啊。那我们就先在这里杀他们个猝不及防。天气都凉了，哪来这么多花呀？
秦王不是命人每天送来一束花吗？我就把这花瓣、花蕊啊都给摘下来，能入药的入药，不能入药的就入浴，绝不浪费。我们家桃子还真是不嫌麻烦呢。每天待在这儿，闷都闷死了，总得找些事情做吧。这之前秦王送来的衣饰还真是挺好看的。小薇，我觉得你还是这样打扮最好看了。你呀，就是喜欢我打扮成这美娇娘的样子。咱们校尉在军中那也是十分的英姿飒爽，但你难得像今日这般精心打扮，我还是觉得你这样最美了。哎，今日怎么秦王迟迟没来？我猜他肯定是被什么事情给绊住了，搞不好副帅已经到了。洛阳城里可得争口气了，能挺一刻是一刻。若洛阳城破了，孙晋的人马马上就会调转过来和他们会合，来夹击我们。到时候啊，就大大的不妙了。老四，咱俩赌一把，什么？就赌这洛阳城，他能守到几时几刻？不跟你赌，不跟你赌。洛阳恐怕是一时半刻也守不住。哎呀，一帮莽夫！如今只能指望崔乙能够阻孙敬一族了。真的，大将军真的来了。我虽然是猜测，但是8、9不离十。这些年，崔家军都以公子的名号在外征战，副帅一直久居营州，但一招出手便大破孙敬之军。李逆这个人心思缜密，他摸不清副帅的行事做派，便不会轻举妄动。那秦王到底想干什么啊？难道他想跟大将军开战？上兵伐谋，其次伐兵。李逆的上上之策肯定是想拉拢副帅，合纵连横，收复西长京，力保李氏江山不失。啊，这个李逆想的还挺美的。小姐，你可什么都别跟他说。这次大将军来了，可得好好揍他一顿，给咱们出口气。放心吧，我肯定不跟他说。再说了，副帅是何等人物，又何须我说呢？十七郎，俘虏已经全部安排好了，而且还有些伤兵，也给他们上了药。咱们这一仗又折损了孙敬不少人马。撤！十七郎，崔义与申使从丰台门攻入洛阳，新王和齐王还有陛下皆无消息。哦对，崔义还派人送了封信过来。今奉陛下及信王、齐王于洛阳，以咸邑之城，望殿下即刻送还我崔家军人，否则必提兵相见。果然是有其女必有其父啊，真的是半点亏都不肯吃。殿下，请用茶。来，谢谢。这护腕还带着呢。是啊，取银针时费了些功夫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取下过了。连护腕都只有这一个，殿下何至于如此窘迫？若有人愿意再送我一只，我自然乐意收下。殿下军务繁忙，既特意到此，
想必是我父帅令殿下看到了他的诚意。我之前呢还好奇你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结果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他与你简直是一模一样。你不愧为他的女儿，他也不愧为你的父亲。这话如何说啊？你的父帅呢，已经不费吹灰之力攻入洛阳。我父亲和2位兄长，全部被你的父帅俘获。父帅生性豪爽好客，想必陛下也会十分适宜。你说，你长得这么好看，是像你父亲多一点，还是像你母亲多一点？别以为你跟我说这些甜言蜜语，我就会忘了你把我关押在此处之仇。你父亲这般好客，我哪敢再留念？只是仅此一别，再相见时，不知何时何地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放我走啊？崔大将军写了信，说希望明日就能见到你，我哪敢不从啊？明天啊？明天。实在太快了吧？那，你试试。你真的做出来了？你能听到？啊！以后只要你吹响它，我就会立刻到你身边。我在这儿呢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吗？我很喜欢，我就是想吃猪耳朵。我跟你去吧。哦，你别难过，我很快回来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真的要现在去买猪耳朵吗？那，你不是说你想吃吗？你呀，真是蠢得不可救药。在这儿呢。十七郎，你不是说这周围有重兵把守，还有好多斥候吗？是啊。那如果
我们从这儿悄悄溜出去，会有人发现吗？试试。来，比谁先到马厩。好啊。什么人？殿下！你输了。不知道这样，想谁胜谁负？那就再比一比，看谁能先到乐悠原。乐悠原上遥望京都，果真很美啊。其实，我一直都很好奇，你究竟是怎么样知道我的身份的？崔家大小姐的气度，自然不是普通人可及啊。我的身份还有和公子的关系，别人都不怀疑，怎么偏偏就你能看出来？当初呢，你骗我说你是崔公子的侍妾，我便对你的身份起疑，于是我便设宴试探崔公子，更是佐证了你的身份并不简单。你和你们家公子名为主仆，实则他对你更尽几分。加之洛阳城之前，我又撞破了你替你们家公子上阵御敌。我就知道，当时你挑开我的面具，不免会疑心。可是当时我只是带公子上阵。你又如何能确定我就是父帅的女儿？当日你在潼关不顾自身安危也要救崔大将军，在旁人看起来可能全无破绽，但经过我细细琢磨之后，我总觉得不对，终于就被我猜到了。原来你早就知晓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常常在想，如果你不是崔家女儿，我也不是李氏子弟，我们之间会不会就不会有这么多隔阂和波折？石七郎，身份天注定，你我。
不愿意立太孙为储君呢？我们私奔吧。待到天下太平，寻回太孙之后，我们就离开西长京，一起去劳兰关，过逍遥自在的日子，好不好？虽然知道不是真的，但是听你这么说，我还是很高兴。当日我们约定，等到海清河晏之时，同游乐游园。可惜，天下未定，明日我们就要各奔东西了。会有那天的，到时候我们就先游乐游园，再去劳兰关。我们一起骑马驰骋，去看看这山河，好吗？好。明日分开，再见，就不知何时了。当日得你所爱，今天完璧归赵了。阿爷，你跟你们家公子真的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？我看你是对这件事情尤为在意。那当然了，我第一次见到你们，你们就那么亲密，我心里就不舒服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问？公子他八成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清楚，我心中便不再有猜忌。以后呢，保证也不问了。公子的本名叫做柳成风，小的时候他救过我。他父母早亡，所以爹爹就把他收养成了义子。我阿娘年轻的时候受过伤，身子不好，所以跟阿爹结离10年也未生育。但那个时候，爹爹已经是边陲大将，朝中为了牵制爹爹，借口他无子，非要赐给他一位夫人。后来阿娘心一横，到处研医问药，最后终于有了我。可惜，还是无法应对朝廷。阿爹便谎称自己生了个男娃，按照崔家的排行，取名为崔林，奏报于朝中。原来如此。后来，阿爹在瀛州对抗接硕，阿娘力战殉城，朝中追封阿娘为武烈夫人。阿爹感念阿娘的情谊，再未续弦。后来阿爹也把我当成男孩一样养大，但在我7、8岁的时候，女孩的样子再也掩盖不住了。阿爹就让柳成风
顶着我崔琳的名字，在军营中行走，以免我是女子一事被揭穿。公子因为我从小到大遭受了不少危险，就连他的名字也不被人所知，所以他活生生的活成了我的影子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把他当作兄长，自然要比旁人亲近一些啊。你把他当兄长，他心里可不这么想。他都已经不在了，你还要这么介意吗？怎么总是说我？那你呢？我怎么了？顾相家的那位小姐十分中意你，在西长京的时候还不顾危险到客栈来给你报信，你就不感念人家的情谊吗？顾小姐同我和我同她可不一样，她十分中意我，我又不中意她，只好令她失望了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十七郎，你唱首歌给我听好不好？我哪会唱歌啊？我就只会哼一哼劳兰关的小曲儿。劳兰关的小曲儿也好啊，我想听。这些乡野民歌啊，可比不上阳春白雪，都略显粗糙了一些。崔小姐，多担待。绝不嫌弃。好。劳兰河水18弯，第一弯就是那银松潭。银松潭里的鱼儿飞呀，比不上那姑娘推开了窗。劳兰河水18。唱得不好啊？是有点走调，那你还让我唱？但是很好听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认真唱一遍。好。那我要认真站起来唱了。劳兰河水18弯，第一弯就是那银松潭。银松潭里的鱼儿飞呀，比不上姑娘的眸儿美。劳兰河水18弯，第二弯就是那鲫鱼潭。可以啊。哎呀，你要再不醒来呢，我就要亲你了。我真亲你了啊。
石启荣，我们走吧。你是好